告，数字版游戏只是租赁，不是购买。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准确来说，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修订，导致 Steam 不能继续使用购买字样来进行宣传和展示，而玩家和游戏的关系，这无论是现在还是之前都是一样，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这个使用权还要建立在 Steam 平台不倒闭、个人账号没被封的基础上，甚至称不上对游戏代码的完整使用权。说实话，从游戏产品的法律性质来看，这样的立法确实没毛病。玩家到高喊 "Steam Take My Money" 买下产品时，他们实际上从厂商及平台处使用许可，而并没有真正拥有游戏中的代码、素材、音乐的。而对于 Steam 这样平台来说，玩家使用权进行限制，说白了，玩家不过是在 Steam 自己经营的游戏厅里面获得一张通行证，可以自动玩指定游戏，这和自己买游戏盘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了。这游戏盘智能读取，哪怕依然普遍存在在线验证的要求，但至少我可以随时启动。但相较之下，如果 Steam 平台不认自己手里的通行证，就可以随时将自己开除玩家籍。换言之，如果 Steam 倒台了，或他认为您不是真正的阿根廷人，或者认为您是真正的阿根廷人，却恶意移民中国滥用产品功能之类的，就可以撤回这样的许可。归根结底，库存中的游戏也不过是平台打个响指就能令其化为乌有的罢了。很可能买了个寂寞。最难听的真相，如今也不能用购买之类的引发误解的字眼瞎搪塞过去了。玩家不具备游戏代码的完整所有权，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不妨假设一种场景，如果玩家真正拥有了游戏完整所有权，比如黑神话悟空中的所有代码，就意味着玩家有权做以下事情：玩家可以自行复制游戏代码，制作光盘拷贝用于出售；玩家可以节选游戏代码用于开发自己的作品，搞个换皮手游，登录就送4枚金丹；玩家可以将游戏名称改为黑麻楼弼马温，并宣称自己是游戏的制作者；玩家可以禁止他人对游戏代码做出修改，禁止游戏科学发布补丁，把玩家的轮椅改没。其而避免出现这种情形，导致上个亿元开发出的产品直接300多就像这样被买走，这才是真正的买断。游戏厂商会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玩家到底得到了什么，还是以黑神话悟空的用户协议为例，已经写得很明白了。用户仅获得游戏的使用权，其实光盘版也是如此。玩家拥有的碟片和盒子的使用权，以及碟片中刻录多代码的使用权。既然事实如此，真要认失礼的话，在线上商城宣称用户可以买下一款游戏，虽然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表述，但确实也不够严谨。从充分保障消费使用权的角度来说，加一条提示让玩家理解自己是在为此使用权付费，倒也不尽然是多此一举。相比之下，倒是能接受是以光盘采取购买这一表述，并真正拿到碟片，至少还能解释为获得了某种产品的所有权。也取决于 Steam 让不让自己使用。说到这里，在我看来，这一立法还有一层意义，让玩家真正清醒地理解自己能不能玩一款游戏，也取决于 Steam 让不让自己使用。也许很多玩家野心没有那么大，也能理解自己并不拥有这些代码，但至少认可为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想啥时候用就啥时候用。在新的立法要求下 ，Steam 也需要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来破除这一幻觉。玩家仅仅获得了 Steam 产品上使用产品的许可。事实上，早在美国这个法律修订之前，大量的游戏运营商都以用户协议的形式约定了具有联网功能的游戏只租赁游戏软件和游戏内虚拟人物物品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物权的。假设游戏是你所有的，那么游戏里的虚拟人物物品就是你的，除非得到你的许可，不然不能修改删除。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有联网功能游戏，包括单网游戏和单机多人游戏，经常会有平衡性修改。主玩家对游戏所有权就不能修改了，只是通过用户协议方式约定。做出了不少诉讼，少开各轮自修把以时凶，自修把以后就省掉这部分麻烦。